英国特种部队进入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入屋维和。为应对俄罗斯威胁，德国无限制扩大军事安全开支。法国修核武基地，进驻40架阵风，扩大核威慑。欧洲5国退出地雷公约。特朗普和普京通完电话仅6个小时，俄乌再度相互空袭。乌军 F-16现身苏梅前线，切断俄北方军补给。南线乌军告捷，突破至扎波罗热，俄军第3道防线后方。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3支 F-2中队开启竞赛。竞赛资讯即将开始。说到做到。据英国《每日新闻》报道，3月19日，随着停火协议的临近，英国特种部队已待命前往乌克兰执行英国的维和任务。英国首相内阁办公室专门负责部队准备的工作人员表示，从上周开始，英国就已指示特种部队做好了前往乌克兰的动员准备，其中包括检查军事装备的适用性。英国的这一决定与此前在志愿者联盟中提到的在俄乌冲突结束后向乌克兰部署万名维和部队的提议有关。如今维和部队计划已进入行动阶段，若是能成型，这将是欧洲部队公开出现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为应对俄罗斯威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德国开始无限制地扩大军事安全开支。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一项涉及数千亿欧元的财政方案草案，内容包括宪法改革，免除所有占 GDP 1% 以上的军费开支限制，设立5000亿欧元基金，用于气候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德国对国防的投资不再受到限制，预计未来几年军事支出将超过5000亿欧元。对于这项草案，德国绿党、社民党和基民主联盟联手，在当天联邦议院表决中，以513票赞成、207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修宪所需的2/3多数票。可见如今的德国上下一心，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在国防上投入资金，而不受任何宪法障碍。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公开表示，普京的战争不仅针对乌克兰，也针对欧洲，针对的是欧洲的安全和自由。德国将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内竭尽全力抵御这些攻击。同时，梅尔茨还强调，德国的国防需要彻底改革，包括向非欧盟国家在内的新欧洲国防共同体迈进。德国战车已经复活，资金无任何限制。英法德联手后，乌克兰将获得重大支持。而一些俄粉嘲笑英法德绑在一起也不是俄罗斯的对手，也许是他们忘记了德军曾经的强大。此外，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德国已批准向乌克兰移交78枚金牛座巡航导弹。若该消息为真，俄罗斯能抵挡住吗？另一方面，法国将通过新空军基地来扩大其核威慑力，守护欧洲安全。自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政策后，法国逐渐意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于是，马克龙在访问法国东部的卢克瑟伊空军基地后，就宣布投资15亿欧元，对该基地进行现代化改造，将其扩建成专为核武打击任务使用的空军基地。之后到2030年初，该基地还会进驻2个阵风战机中队，每个中队配备各20架最新版的阵风战机，并部署 ASN-4G 高超音速核导弹。值得注意的是，该基地距离德国边境不到200公里，这也是法国对德国进行核保护的一种表现。毕竟早些时候，梅尔茨曾表示愿意和英法2国进行核共享。可以说，特朗普政府成功让法国开始主导对欧洲的安全保障。而处于抗俄最前沿的欧洲4国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其防长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为应对俄罗斯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计划退出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同时，他们表示，这项决定也是向外表明，我们已做好准备，可通过一切措施来捍卫自身的安全需求。不过，声明中也强调，尽管退出渥太华公约，但他们仍致力于国际人道法规，在满足安全需求的同时，继续坚持人道原则。路透社补充报道称，目前全球有160多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其中包括乌克兰在内，但没有美俄。这4国的退出意味着他们将可再次储存使用地雷，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退出渥太华公约，如芬兰。其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科普拉18日就表示，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决定是正确且明智的。路透社指出，芬兰在2012年签署渥太华公约，是最后一个签署的欧盟国家。但由于芬兰与俄罗斯的边境线长达1340公里，俄乌战争爆发后，芬兰就一直在考虑退出渥太华公约，以守护自身安全。前线战场，特朗普和普京通过电话后，声称达成了30天内停止攻击能源系统的方案，但仅6小时后，俄军就对基辅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据战争研究所3月19日报道，乌克兰官员称，俄军于3月18至19日对乌克兰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泽连斯基指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苏美州一家医院和顿涅茨克州的未指明地区。
美联社则报道称，乌克兰在顿涅茨克、斯洛维扬斯克的能源设施遭遇袭击，随后俄军还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防空部队紧急参战，但包括在基辅大学内，各处都能看到俄军无人机的残骸。目前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面对俄军的突然袭击，乌军兑现了泽连斯基承诺，即选择对等报复，继续向俄罗斯的能源基地发起新一轮的远程打击。据俄媒 Astra 的报道称，3月19日夜间，乌克兰再一次向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发射了无人机群。这一次，乌军的目标是高加索石油转运中心。乌军无人机和俄军的防空系统一番交火后，径直打向目标，包括一个铁路石油码头和一条15.7公里长的连接管道被击中，随即传出爆炸声，同时燃起了大火。当地目击者声称，该石油中心至少发生了3起大爆炸，且不断有零星的响声。天亮后 ，FIRMS 的卫星图像确认了该石油中心起火的消息，显示火灾的程度相当大，至少有3个油罐被点燃。这也是过去5天时间里，乌军对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发动的第3次空袭。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袭击当天，美军的 RC-135V 电侦机正继续在黑海地区执行侦察，且这次飞行轨迹逼近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沿海范围，距离海岸线仅约50公里。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是美军提供的位置情报。俄乌相互空袭再次证明了特朗普的谈判对结束俄乌战争起到的作用有限。尽管特朗普自己宣称和普京的通话是富有成效，战争研究所3月19日也分析称，普京正对停火的时间和细节上进行混淆，试图指责乌克兰在两国正式执行协议之前违反停火协议。基辅邮报则报道称，泽连斯基3月19日表示，没有乌克兰参与的谈判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结果。我不想让乌克兰成为普京菜单上的一道菜。对于有升级趋势的俄乌双方，特朗普接下来为和谈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让我们拭目以待。该地战线变化不大，剩余的乌军则在积极反击。如乌军第14独立团的空中侦察部队，在火箭炮兵部队的配合下，使用带有集束弹头的海马斯导弹，摧毁了俄军3套鼓山自行火炮系统。在苏梅前线，乌克兰空军和之前相比，已经更加频繁地参与前方战事了。如俄方消息报道称，乌军昨晚又向别尔格罗德州的格拉斯卡区发起了猛烈进攻，期间投入了重型装备与航空兵，成功在普里列斯耶方向取得了突破。但匪夷所思的是，乌军的 F-16还出现在了沃夫昌斯克定居点的俄军后方。流出的画面显示，这架 F-16不仅满载弹药，还配备了2个副油箱和 AN/ALQ-131电子战系统。虽无法确认它是否已经发动了空袭，但似乎是想切断俄北方军的补给线。俄方消息警告说，库尔斯克边境仍藏有数量可观的部队，必须谨慎提防乌军未来在北线任何位置的突破。如今，乌军 F-16巡视前线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多，大规模参战的趋势已相当明显。除此之外，乌克兰空军会如何使用法国援助的幻象2000同样备受瞩目。毕竟法国有主导欧洲防务之心，马克龙前往的卢克瑟伊空军基地，第一批幻象战机就是从这里起飞前往的基辅。马克龙表示，法国将继续为乌军飞行员提供训练，接下来预计还有更多的幻象战机送往乌克兰。库皮扬斯克方向，俄乌双方互有胜负。俄军19日袭击了博罗瓦东北部的扎赫迪佐夫和东部的纳迪亚，乌军则在纳迪亚东南部的诺沃耶霍里夫卡附近进行反击，目前战斗正在进行中。白曼方向3月19日，乌军炮兵侦察负责人报告说，由于乌军此前的袭击，导致俄军可能需要几天到几周的时间，才能从近后方重新集结部队至前线阵地。顿涅茨克州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克兰霍尔迪察集团军3月19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军使用无人机和远程火炮击退了俄军在西维尔斯克东北部和绍赫诺卡米亚辛克附近的机械化攻击。乌军作战的指挥官称，来袭的俄军可能来自卢甘斯克的俄军训练场，其进攻规模是以5至10人骑摩托车和越野车组成的机械化突袭。恰索菲尔方向，乌军击退了库尔久米夫卡附近俄军第6摩托化步枪师的加强排击机械化攻击，且摧毁了俄军1辆 T-72坦克、1辆装甲运兵车、1辆装甲维修和回收车以及1辆步兵战车。红军村方向，乌军在多处突破俄军防线，乌军国民警卫队第14旅侦察连更是抓获了5名俘虏。乌军无人系统部队的飞行骷髅营则操纵无人机摧毁了2辆俄罗斯 T-72坦克。目前乌军正加大对科特林方向俄军的清剿。在红军村南部辛帕夫利夫卡行动的乌军指挥官报告说，由于天气条件改善和此前40多辆装甲车突袭未能成功，让俄军开始改变战术，不再进行大规模机械化攻击，而是选择以小步兵群的形式移动。南部战区乌军告捷，扎波罗热是普京定下的最初征服目标之一，但过去3年一直未能如愿。这回除在谈判桌上要求乌克兰割让该州之外，在战场上也在加紧行动。
乌克兰南部国防军发言人沃格申上校3月19日报告说，乌军最近加强了对扎波罗热州西部的进攻，且由于受到电子系统保护，俄军还动用了装甲车提供火力支援，并将步兵快速运送到前线阵地。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乌军出动重装部队发起了反冲锋，目前已突破维尔博维附近的俄军龙牙与反坦克壕沟，出现在了俄军第3道防线后方。战争研究所也确认乌军突破了俄军2道防线，正在对第3道防线形成突破。而此前，乌军才刚强渡第聂伯河，成功建立滩头堡。若是乌军将此次在扎波罗热的多点突破换成集中突破，再加上 F-16和幻象2000提供的空中支援，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获。赫尔松方向，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3月19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军最近对克里米亚的俄防空系统、雷达和直升机发动了针对袭击。据报告显示，乌军在这里袭击了俄军15个各型号雷达系统、1个 S-300和3个铠甲 S-1防空系统，以及2艘拖船和1架米8直升机。一名俄军事博主称，乌军是利用俄黑海舰队不敢现身黑海和克里米亚俄军防空力量不足的机会，打击了上述的俄军资产。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19日，乌军当日歼灭俄军1060人，俄军伤亡总数达到了898070人，摧毁俄军12辆坦克、694门火炮。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沉寂90年后，米切尔杯竞赛再度举办，3支 F-2中队较劲 ACE 战力。综合美军消息指出，驻扎于维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第1战斗机联队于3月6日重启了米切尔杯空中竞赛，让其麾下第27、71、94战机中队的 F-2战机与密西根州的塞尔弗里奇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进行了 ACE 战力的较劲。据悉，米切尔杯飞行竞赛始创于1922年，以纪念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飞行事故中丧生的第1驱逐机大队飞行员约翰·兰德鲁姆·米切尔中尉。而塞尔弗里奇基地过去曾是这场比赛的竞赛地，该基地当时为球场，昔日的参赛飞行员会驾驶旧式战机，沿着周长约32公里的场地飞行5圈，比较竞赛飞行速度。不过这场比赛最终于1936年暂停举办。如今时隔近90年后，承袭第1驱逐大队的第1战斗机联队再度回到塞尔弗里奇重启这场比赛，传承意义非凡。第1战斗机联队指挥官特莱兹上校表示，这场比赛的重启不仅能让飞行员做好随时作战的准备，也是向前辈们的致敬。在新竞赛规则中，参赛的 F-2战机将以2架为单位，必须横跨446海里，从兰利基地飞往塞尔弗里奇基地，并在当地完成各种 ACE 补给任务返回。参赛飞行员必须自行降落、停车，进行地面加油补给并起飞。此外，其中1位飞行员还必须跑到距机坪2.5公里的塞尔弗里奇航空博物馆，在名册上签名，并写下2025年度米切尔杯空中竞赛后再驾机返回。至于此次竞赛的冠军，已由第1战斗机联队第94战斗机中队指挥官驾驶的 F-2夺得。由于现今的米切尔杯竞赛融入 ACE 作战概念，因此参赛队伍不仅要比较完成飞行任务的速度，还要考验地勤人员的补给战绩。而第94战斗机中队就是以过人的后勤弹药装挂速度，因而获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援引38NEWS报道，朝鲜首架预警机疑似近乎完工。卫星图像分析表明，一架经过改装的伊尔76运输机已经进入平壤顺安国际机场，机身上安装了一个大型雷达罩。这种设计与俄罗斯的 A50预警机非常相似。根据报道，这架伊尔76此前隶属于高丽航空货运机队，2023年10月被转移到一处维修设施，并在周围安装了安全围栏。2023年11月开始进行结构改造，到去年年底，改装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这架伊尔76也被移到了邻近的机库，直到今年2月，这架伊尔76再次出现，并安装了雷达罩。此举直接表明朝鲜正在开发一种预警系统，然而该国官媒并未承认这一项目。据外国专家德克尔伊夫莱斯分析，由于朝鲜多山的地形，现有的苏联时代陆基雷达系统难以追踪巡航导弹等低空飞行威胁，而机载雷达的覆盖范围则将提高朝鲜的态势感知能力，并有可能增强防空网络。不过，这种系统主要取决于现有指挥和控制基础设施的整合，同时预警平台还需要先进的网络能力和实时数据共享系统。目前尚不确定朝鲜是否具备这些能力。
此外，如前所述，根据卫星图像显示，这架伊尔76的结构变化与俄罗斯预警机相似。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实俄罗斯向朝鲜提供了技术援助，但两国的军事合作确实越来越密切。例如，在乌俄战争期间，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炮弹和导弹等，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猜测，俄罗斯可能会向朝鲜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是军事装备作为回报，其中就包括预警机和核潜艇。另据战区先前报道，俄罗斯已同意向朝鲜提供米格29和苏27战机。目前朝鲜空军的机队基本上由苏联时期的老旧飞机组成，现代化程度有限，现有机型主要包括米格21、米格23、苏25和少量米格29。一旦获得米格29和苏27战机，朝鲜空军的作战能力将得到加强。援引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俄军今年将成倍增产 FPV 无人机，并为其加装自动导引系统。该系统能够在敌方目标进入侦测范围内立刻开启目标锁定模式，随后将由机载计算机接管无人机，从而增加击中目标的概率。报道中主要提及了3款无人机，一是微生物无人机，该型机又向下细分为2种版本，分别是微生物 10S 和微生物 13S。其中微生物 10S 螺旋桨直径约 0.25 米，最大载荷4公斤，速度可达每小时140公里，在距地面4米的空中可航行25公里。而微生物 13S 则能携带 2.5 公斤战斗部，在空中停留27分钟，且在保持视频信号和控制的情况下，航程可达到30公里。2是牛虻 S 无人机，配备的自动导引系统名为广场，可在电子干扰环境中侦测、识别和捕捉敌方目标。3是喜鹊无人机，该型机除将配备自动导引系统外，还将配备有光学目标锁定和指示系统，有效载荷3公斤，航程约10到20公里。援引防卫博客报道，根据飞行追踪数据显示，法国空军的 E3F 空中预警机近期在黑海国际水域执行警戒任务，并有2架阵风战机提供护航，飞行范围接近克里米亚半岛150公里范围内。此外，报道还指出，阵风战机整合有先进电子战系统，除能实时侦测周围威胁外，还可记录电子威胁所在位置。同时，由于乌俄战争的关系，黑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法国的这项行动已证实，欧洲国家正在积极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援引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国国防部长卡茨亲自视察了以军占领的黑门山。据卡茨表示，以军在叙利亚境内共设立了9个军事哨所，其中2个位于黑门山顶，是以军在此处的最高阵地，即由叙利亚前政权的建筑物改造而成，安装有发电机，可供部队长期居住。目前部署由以军第210师下属的3个旅，且为保卫戈兰高地的以色列边境区。预计未来以军将会常驻，从这里能够直接观察到黎巴嫩贝卡谷地。这是黎巴嫩与叙利亚边境的真主党据点，该组织通过这里转运武器，同时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最近的以军哨所，两者之间仅不足40公里。卡斯还强调，以军在叙利亚南部部署的安全区主要分为2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缓冲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5公里。在缓冲区及其邻近地区附近居住着许多德鲁兹人。卡茨承诺，以色列将保护他们的安全，并从3月16日起允许首批德鲁兹人进入以色列，也可以选择在戈兰高地工作。同时，以军还修复了周边地区的水电线路，并为其提供了医疗救助服务。第2个区域是深入叙利亚15公里的区域。以军曾在此发动了数十次突袭，缴获了大量敌对势力的武器。此外，据以军透露，实际上还有第3个区域，该区距离以色列边境最远80公里，并延伸至大马士革郊区和苏韦大市。援引自由时报报道，英国曾于1995年采购了67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并于2001年正式成军服役，先后参加过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战争。2015年时，英国陆军决议封存其中16架，并计划将其余50架同型机整体性能提升至1构型。升级方案包含发动机、火控雷达等核心系统。在历时10年后，英国国防部于日前宣布，其陆军50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已正式完成1构型的升级改装工作，其中49架同型机现分别重返英国陆军的瓦蒂舍姆航空站以及陆军航空中心，准备恢复战备任务和飞行员训练任务。至于第50架 AH-64E 型机，则将留在美国进行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软件测试，预计将会于明年返回英国。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特朗普接下来会如何促成俄乌和谈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霍立军，下期再见。